当我在电视柜上摆放好这台电视机，轻轻的按下遥控器的电源键，随着索尼 Bravia 独特的欢迎画面在面前展开的时候，没错，你知道它真的来了，这就是万众瞩目的索尼9系2代出 RGB 真彩原色背光的旗舰电视的真机。各位好，我是熊哥。去年和今年我2次前往日本东京的索尼总部，看到的就是正在开发中的它的原型机。今年在 AWE 上海上的惊艳亮相，则更让大家对这款机型充满了期待。这款索尼的旗舰电视是我和众多粉丝们最期待已久的产品之一，因为我们都知道索尼在旗舰电视上的画质调教无出其右。那么接下来请跟随熊哥一起，我们来体验全网首发的这款机型，我来为你详细从画质、音质、设计和观影体验等多维度深度的解析这款产品。咱们先来聊聊画质。电视行业最常见的权威的 HDR 演示片多半来自索尼出品，现如今在这款最新的索尼旗舰电视上来呈现，我相信你看到的这个画面应该说是最还原创作者意图的了。首先我们要细说的就是索尼的这块奇迹黑屏 Pro， 它使用的是我认为目前最佳的 AG 雾面加 LR 的低反方案，这套组合在索尼的商用产品线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证。此次在索尼9系2代上又经过了全面的优化，使之达到了最完美的状态，磨砂雾度选择的恰到好处，配合 LR 的低反，让这块屏幕看起来非常的深邃有质感，完全不会泛白。更重要的是，这个组合能够有效抵抗高亮环境下的眩光、倒影等困扰，让画面更加的纯净深邃。因此无论你是在白天阳光充足的客厅，还是在夜晚点亮灯光的房间内，只要你坐在电视前，就再也不会像过去一样看到自己的倒影，也不会有照镜子的感觉。索尼9系为你提供的是更加纯粹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富士山下的这段样片，无论是车漆颜色、远处的雪山、天光云影的配合，纯净的湖面泛起的涟漪和倒影，还有人物的着装、细节、肤色表现，我认为都堪称完美，在画质上无可挑剔。而拉斯维加斯夜景这段索尼自己出品的样片，则将这款索尼旗舰产品的出色控光能力和通透的画质展露无遗。灯牌处高光的细节，夜景暗处的阴影细节同样清晰，明暗有度，收放自如，无处不在展示着拉斯维加斯独特夜景的魅力。以上这2段样片均出自索尼自己之手，也是行业内非常经典的试机样片，它充分展现了全新9系2代毋庸置疑的画质实力。这样的画质表现来自于这款产品背光上最重要的革新，也就是出 RGB 真彩原色技术。那么索尼电视在背光技术上的研发探索跨越了20多年，是如何在行业内保持领先的呢？熊哥带你一起来看一下。索尼从2004年推出的 Qualia 005，奠定了 RGB LED 技术的开端，以及特立魅彩的显示技术。到2008年，他们又推出了可局部控光的 RGB LED 电视 X4500，这2款机型实际上都为今天的新 RGB 旗舰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全阵列局部调光，再到 QLED 量子点，还有精锐光控技术、动态背光大师版、明锐动态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全屏亮度达到1000尼特甚至4000尼特的基准级监视器等等，索尼在背光技术上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透。那么20多年之后，当他们带着独家的出 RGB 真彩背光技术王者归来的时候，一定非同小可。索尼的这套独家技术包括了真彩星链和真彩 RGB LED 2部分，熊哥带你们一起来吃透它。真彩星链技术是由 RGB 平光芯片加超微光芯加上实时光校传感器3部分共同组成。RGB 平光芯片就是同时驱动着 RGB 背光加液晶屏幕的那块芯片，它实现的是从光源到显示全链路的协同系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光色同控，能够实现背光亮度、色彩输出和面板像素开合、色彩渲染等精准的同步控制，保证了每一帧画面的色彩准确和浑然立体。RGB 超微光芯呢，则是在背光层面密集排布的芯片，对每一分区、每一灯珠进行精准的控制，这个是索尼能够呈现精准细腻色彩的秘诀。RGB 实时光校传感器则是索尼带来的独家大杀器了。这套系统会实时检测背光灯珠的工作温度和亮度，同时结合输入的视频信号进行动态的调校，以此来精准还原原始片源当中的色彩色调，实现稳定精准的亮度和色彩表现。我们都知道 RGB 背光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通过背光直接构成彩色的图像轮廓，配合着液晶屏幕来实现色彩与图像的精准控制，从而达到更好的色彩和更出色的画质。那么索尼的产品和市面上其他的 RGB 产品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看一下索尼自己的定义。
首先就是真彩广色域和真耀高亮度，索尼称之为 RGB 特例魅彩 Max 和浩亮倍升 Pro。从命名上，其实我们就能看到技术的传承。新款产品实现了2倍于老款9系的色域覆盖，实现了从背光到面板全程彩色输出，因此亮度性能也是全开的，能够维持更加稳定的高亮度，同时在色彩表现上更加鲜活明艳、通透极致。除此之外，索尼还带来了真彩灰阶精控，能够更加精准地呈现亮部、暗部及其细微的色彩变化。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索尼在这款产品上实现的真彩主动广视角，与其他厂家增加广视角膜的技术路线完全不同，它是充分利用 RGB LED 的特性，主动进行色彩补偿，这就让这款电视在各种视角下观看都拥有一致的色彩体验。我们使用多部色彩丰富的样片实际播放体验来看，索尼9系2代毫无争议的在画质和色彩调教上稳定发挥。在出 RGB 真彩原色技术的加持之下，它的色彩表现真切贴合实际，毫无用力过猛的偏颇，同时画质的通透细腻则充分表达了索尼的调教功力。在大光比的画面当中，峰值亮度有着极强的表现力，高亮持续且稳定，色阶的过渡渐变极为自然，优秀的可视角度更是让这台机器从哪个角度看都同样出彩。以上的这些画质和色彩的表现，让这台索尼9系2代牢牢地坐稳了全新画质旗舰的定位。下面我们再来聊聊音质。索尼为这款新的旗舰电视搭配了全新设计的扬声器架构，在高、中、低频等多个方面全面加强。这套全新的 2.2.2 扬声器布局的多声道屏幕声场加穹顶板，提供了2路波束高音扬声器、双低音炮加无源辐射器，配合用于空间平衡和声场定位的高频单元，一共提供了4路数字功放。这个配置可以称之为豪华。这套音箱系统的实际表现如何呢？熊哥给你们实录了几段音乐，还有电影的表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旗舰电视所搭载的音箱功率大的其实并不在少数，但是能把渡口这首歌完美呈现的却屈指可数。索尼9系2代开场的前3声鼓点下潜极深，低频的顺态响应和回弹速度完全没有传统薄型的电视喇叭那种敲塑料的感觉，力量感和弹性十足。随后的吉他与贝斯的切入，高频解析细腻，声场横向拉得非常开，乐器分离度表现也很优秀。最核心的部分自然是蔡琴阿姨标志性的醇厚嗓音，其中频的密度极为扎实，人声结像精准地定在了屏幕的中央，换气和齿音的细节呢也还原到位。那么这台电视无需外接回音壁就用如此震撼的音乐效果，确实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足以见索尼在这套音箱系统的设计上花了大量的功夫，调教也是非常到位，诚意满满。Hi,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You don't remember me, but we used to know each other. Something bad was going to happen, and the only way to stop it was to make everyone forget about me. Because I'm not just Peter Parker. 这部 DTS 音轨的预告片 AI 语音增强 3.0 功能让主角的对白异常清晰，音箱系统的素质也极佳，不仅提供了开阔的声场，更提供了无比清晰的精准的定位。片中蜘蛛侠从高楼坠下，耳边掠过的风声，还有打斗场景时各种动作枪炮声音，你都能听到极为清晰的方向感。它构建出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环绕声听感，沉浸式的将我包裹在其中，让我着实有被惊艳到。我从来没想象到，在一个没有物理环绕声道的电视上，能听到如此临场感极强的音箱效果。索尼大法果然一如既往，实力不俗。除此之外，咱们都知道索尼的家庭影院系列产品也是非常的齐全的。索尼也准备了像低音炮、后环绕音箱这些可供你加配选择，你可以方便快捷的实现直连。在9系2代足够强大的音质表现基础之上，补全物理声道，将沉浸式的影音体验再次推向巅峰。这也是将索尼把影院带回家理念的完美诠释。
聊过了影音方面的硬核体验之后，熊哥再来带你们看一下我认为这次索尼给大家带来的另外一个惊喜，就是全面革新的外观设计语言。我们先来看看背部的设计。当友商都在跟进索尼经典的棋盘格背板设计之时，索尼自己则选择了重新再出发。他们在全新的9系2代的背板设计上融合了音箱，采用了一种被设计师称之为声韵共鸣的新设计。音箱单元的圆形在背板上构成了声波向外扩散的形状，带有力量和独特的美感，融合了功能设计的前提之下，将声音传递的形式具象化的呈现在外观设计之上，我认为是非常有巧思的。这款电视上另一个设计的绝妙之处就是全新设计的幻影悬浮底座，它在提供了线缆收纳的基础之上，通过一块光栅面板的光学效应，实现了线缆竖向的隐藏效果，达成了一种悬浮的视觉。这种效果呢，实际上我们之前在社交网络上很早就见过类似的内容，大家可以通过搜隐形盾牌等关键词看到类似的效果。原理其实也并不复杂，但只有索尼洞察到了用户隐藏线缆的需求，并将其应用于产品设计之中，这就是设计之美与巧思，彰显的是品牌的洞察和审美的段位。在索尼的东京总部，当负责外观设计的设计师介绍到这儿的时候，提到这是向当年的 Qualia 005的悬浮式设计致敬，而那台机器的设计师就是他已经退休的师傅。听到这儿的时候，熊哥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而且不得不感慨，经典的设计是有传承的，也只有索尼这样历久弥新的品牌才能够将这种致敬以跨越时空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再来回头说一下新产品上的观影体验。本次索尼为新品搭载了全新的 My Cinema 功能，提供了一个整合观影时必备选项，方便你快速进行切换的直达菜单。这其中包括3个整合的模式：导演剪辑版、日间和对话。它可以帮助你快速地看到最贴近于创作者意图的预设风格，也可以让你感受到与导演一致的审片体验。而且索尼一脉相承的调教风格在这款产品上同样适用，它能够让你在色彩和亮度上都比肩专业级的监视器。熊哥在日本东京索尼总部亲眼所见的是，与老款的9系相比，新一代的9系2代的观感更贴近于基准级监视器 HIX3110 的效果。索尼与国内的3大主流流媒体平台均有合作，提供了3个不同的专业工作室校准模式。当你使用 My Cinema 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切换到这些相应的专业校准模式，为你提供最还原内容本真的色彩和画质表现。日间模式则能够激发出 RGB 真彩背光的全部亮度，哪怕在正午阳光强劲的时刻，也能够提供有极佳亮度和色彩的稳定的观影体验。对话模式则是调用索尼的 AI 语音增强 3.0 技术，对影音节目当中的人声进行定向的调节，帮助大家彻底解决部分片源下听不清对白的困扰。我认为索尼的这个新功能 My Cinema 非常的好用，它整合了我们需要用到的一切的相关选项，让影迷们能够以更直观的形式对电视进行快速的调整和设置，以提供最佳的最适宜的观影体验。我相信这也佐证了他们的品牌愿景，让电影的魅力再加绽放。好了，聊过了以上这么多的内容，咱们来做个总结。搭载了出 RGB 真彩背光的索尼9系2代，从画质、音质、设计和观影体验等多个维度，彻彻底底征服了挑剔的我。经过长达2周多的深度体验，尤其是在跨越长假的期间，我用这台电视看了非常多的电影剧集，对色彩、亮度、画质表现，还有还原创作者意图的调教风格都颇为满意。看到的是一个近乎满分的出色的旗舰级电视产品。这款电视以前所未有的索尼独家的技术优势合集，为我们呈现出的是极为震撼的沉浸式影音体验和极其杰出的画质表现。历经多年打磨的它终不负期待，代表的是穿越了几十年电视技术深厚积淀的再次顶峰相见，是不忘设计初心一脉相承的品牌经典延续，是对死忠索尼粉丝长久期盼的一封真挚回信，更是旗舰电视无冕之王的王者归来。熊哥放心地告诉你，这款电视就是帮你开启把影院带回家大门最好的那把钥匙。感谢你的收看，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也希望你能够一键3连支持一下熊哥。我是熊哥，咱们下期再见，拜拜。